第1160章黄衣老者。银芒撕裂空间，仿若刺破天地的一道惊雷般，以一种极为惊人的速度，闪电般的掠向那名为黄衣的老者。沿途处，空气因为其高速而引起的震荡，居然是爆发出一道道低沉的音爆之声，而在其面前的地面上，也是凭空爆炸出一道道深坑。黄衣老者的脸色在地妖魁出现的那一刹，原本含笑的脸庞便是瞬间变得难看了起来。他从地妖魁的身体上察觉到一股极度危险的味道，这小子居然还随身带着这等强悍的傀儡。黄衣脸色巨变，不过所幸他也算是经验老道之人，望着那满身凌厉杀气爆扑而来的地妖魁，脚掌急踏虚空，步伐一动，便是带着一连串的残影倒射而退。他的反应不慢，但地妖魁的速度却是更胜一筹。只见得他脚掌一跺地面，在带起大地震动时，也是震出满地裂缝，嗤的一声，身形近乎瞬移般的出现在了那黄衣面前，布满着璀璨银色的拳头，没有丝毫的迟疑，直接是一拳狠狠对着其脑袋怒轰而去。拳头挥舞，无形的空气在其上肆虐咆哮，强大的风压令得黄衣身躯都是有着力不稳，低沉的音爆声在其耳边犹如炮弹般轰隆隆的响彻。砰！关键时刻，那黄衣也是一脸的凝重，双腿微曲，双手急速舞动，而随着其手掌划起道道轨迹，火红斗气猛然自其体内暴涌而出，旋即在其面前凝聚成一只10几丈庞大的火焰鼎炉。化鼎盖天！黄衣脸色被火红斗气渲染得一片赤红，其双眼中也是涌上火红火焰，然后双手按在那巨大的火焰鼎炉上，狠狠地迎上了地妖魁的那对铁拳。当！布满着璀璨银芒的拳头并没有因为黄衣此举而有丝毫的停滞，一拳狠狠挥出，然后重重地落在那火焰鼎炉之上，一阵惊人的清脆声响陡然在这片平原响彻而起。惊人的声响化为一股无形音波，闪电般的扩散而出，将地面之上的泥土都是生生地掀去了一层。砰！两者碰撞僵持仅仅持续了片刻时间，那由黄衣体内斗气所凝聚而成的火焰鼎炉便是在这一刻布满了无数裂缝，旋即砰的一声化为无数能量碎片四下爆射。如今的地妖魁即便是面对9星斗宗都是能够与之一战，这黄衣不过7星层次，硬碰硬下自然不可能是地妖魁的对手。哼！火焰鼎炉爆裂，黄衣喉咙间也传出一道闷哼，旋即脚步踉跄的接连倒退。好强的傀儡！脚步狼狈后退间，黄衣心头也是涌上一抹骇然。在这亲自交手后，他方才真正的领略到地妖魁的棘手。脚步狠狠一跺地面，强行稳住身形，黄衣连忙压抑住体内翻涌的血气，喉咙处在涌上一阵甜意时，也是感到满嘴苦涩。原本以为以他7星斗宗的实力，面前这小子怎么都是会忌惮一些，然后服服软，将宝贝分他一些。虽然一开始他所想的是将那小小的一些分给萧炎，随便打发便是。不过想的虽然美好，但现实却是相当残酷的。看如今这局面，别说那小小的一些了，能否安然脱身，恐怕都是一个不小的难题。这一刻，黄衣倒是对自己的贪婪升起了一些后悔之意。身形刚刚稳住，黄衣望着那由御前扑而来的地妖魁，眼芒急速闪烁，旋即急忙高声道：“这位小友，此事是老夫的不对，我这就离开，地心魂髓也全都归你。”如今局面，黄衣知道还是先脱身的好，到时候将同伴寻齐，再对面前的小子出手也不迟。在说这话时，黄衣目光也是飞快地扫了一眼先前萧炎所站之处，却是猛地发现后者身影早已经消失不见。不好！见状，黄衣略微一怔，旋即脸色便是骤变，脚掌一跺地面，刚欲急退，一道可怕劲风便是刁钻地从其身后浮现，然后狠狠地对着其后背心应了过来。突如其来的偷袭也是令得黄衣心头一骇，强行转身，然后一掌仓促挥出。砰！拳掌在瞬息之后便是狠狠碰撞，但仅仅是仓促运力间的黄衣掌心劲气立马溃败，而那拳风则是宛如泥鳅般的脱离他掌风的束缚，快若闪电般的印在了其胸膛之上。噗嗤！遭受这般重击，黄衣脸色瞬间一白，旋即一口鲜血终于是忍将不住的喷吐而出，而其身形也是犹如断线的风筝，
暴掠而退，在地面上查飞了将近100米后，方才徐徐地停住，身体稳住。黄奕呸的一声吐出一嘴血水，然后目光怨毒地望着那缓缓出现在其先前落脚之处的萧炎，面目狰狞地道：小子，算你狠，不过老夫也不会让你好过。我有2同伴，也是一同进入了丹界，他们会为老夫讨回这个场子。话语尚还未落，黄奕便又是吐出一口鲜血，旋即屈指一弹，一道光芒自指间掠出，然后在鲜血中转上一拳，最后化为一道血芒，闪电般的掠上高空，几个闪烁间便是消失不见。黄奕这些举动做得极为的熟练，显然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因此连萧炎都是只能微皱着眉头望着那消失的血芒，片刻后方才转过目光，淡淡笑道：你想让你同伴来送死的话，我倒是不会在意。嘴硬的小子，不要以为有一具傀儡便可嚣张。黄奕凝声道。萧炎笑笑，然后缓步走向黄奕，漫不经心的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你应该知道吧。望着那笑容满面的萧炎，黄奕却是极为戒备的迅速退后几步，目光不甘的看了一眼不远处虎视眈眈的地妖魁，手掌一握，一枚空间石便是出现在了其手中。他知道，若是不这般做的话，面前这个看起来和煦的年轻人绝对会真正的对他下杀手。对于这一点，黄奕不会有丝毫的怀疑，因为如果换做他的话，也绝对会这般做。而面前的萧炎怎么看都不像是什么善类。小子，老夫记住你了，我会在圣丹城等着你，等丹会结束，定要你生不如死。黄奕手握着空间石，然后猛地将之捏碎，顿时其周身的空间迅速地扭曲了起来。小子，如果你真够胆的话，可敢留个名，也好让老夫知道此次究竟是败在了谁手中。在空间扭曲间，那黄奕突然森然问道。见状，萧炎不由得一笑，旋即手指轻抚着那剑，微笑道：萧炎。简单的名字入耳，却是令得身体越发扭曲的黄奕脸庞瞬间僵硬了下来。这个名字他在进入丹域的那一天便是听说过，因为那一天刚好是萧炎与冰河谷大战的10日。妈的，怎么会一进来就遇见这凶星？心中的念头刚刚落下，那周身空间便是猛地爆发出一股吸力，将黄奕的身形也吸掠而尽。在他消失那一刹，萧炎分明地见到了这家伙脸庞上的懊悔之色。见到黄奕身形消失，萧炎手掌一挥，将地妖魁收入那界，一名区区7星斗宗而已，连斗宗巅峰的天蛇他都不惧，这老家伙居然也敢将主意打到他头上来。至于那黄奕的所说的同伴，萧炎倒并没有怎么往心里去，到时候真要遇见了，只要对方不是斗尊强者，以萧炎如今的实力，也不会如何担心。而看那黄奕的模样，萧炎倒是并不认为他能够结交斗尊强者成为伙伴。这丹界虽然不错，但却只能在里面待短暂的时间，所以我也得尽快将要丹上的3种天材地宝弄到手，不然因为一些事耽搁了丹会，那便有些得不偿失了。萧炎低声自语一番，然后从那界中再度将丹界地图取出，仔细地研究了一番后，方才确定了自己如今的方位。这3种东西的所在地点，应该便是地图上所画的3个红圈地点，如今只能先去那里看看。萧炎略作沉吟，便是打定了主意，调和地心魂髓还需要几种稀罕药材，既然这丹界天材地宝众多，那么此行也顺便看看能否将这些药材弄到手。如果可行的话，恐怕他能够在离开丹界之前，将灵魂真正的突破至灵境，而到时候再参加最后丹会的话，那夺取冠军的把握也是将会大升许多倍。心中有了定计，萧炎也就不再做过多的拖延，身体悬浮上高空，然后辨认出地图上那3个红色圆圈之一的所在方位，身形一动，便是化为一道光影闪掠而出。